我们全部被民进党台湾价值绑架，就你只能说你是台湾人，台湾人跟中国人就是要对干。你说今天8·9就靠抹红人在过，你说柯建民进党跟你抹红都能理解，不是给他光情节，你是干地狼呢？这句话非常严重，非常侮辱人，甚至大罢免也难成为他西进的民调。我老实讲，光庭友我真不认同你啊。今天阿管去大陆，我1块钱都没有赚。再次强调，我陈志汉身为台湾人，死为台湾人。我老实讲，光情姐，你这样干可以吗？馆长他渐渐没有再去论述台湾的主体性。我只有听到民进党逼人表态会用这样的论述。如果连自媒体大家都沉沦了，那我想民进党2028年又想要胜选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黄国昌上了黄光芹的节目，然后有聊到馆长这一块。其实本来有些事情我想要回台湾跟大家一个一个报告，但是我不懂，也许是这个大罢免的确一个震撼力。那我发现原本的友军现在讲话也完全针对。那我也套一句话，光芹姐说我是她的朋友，某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也是黄国昌的兄弟。我刚看了这个访谈啊，我直觉的讲，我不客气的讲，我非常失望。这个里的访谈就是指黄光芹跟黄国昌联手的一个访谈，因为都在乱讲。如果自媒体光芹姐，你可以去看我所有的言论，但是你讲出来的话跟绿媒100%像。我要出国的时候，更正，我要来澳门的时候，我还接受记者的访谈，记者已经把我整个行程做歪了。他们说大罢免，结果嗨翻，馆长宣布离开台湾。这次我也有看到，超扯的。其实馆长那去，我有跟小雨联络啦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就这段时间，当阿管加入我们党外在野大联盟之后，我早就已经宣誓了嘛，他就是我们的同志。今天我们也许意见不见得一致，但是同志有难，必定八方来援啊。那这次阿管呢，我觉得他是被误会的，但是这里面的误会到底是谁对谁错，我们有很多可以讨论空间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引动非常多人来讨论哦。你自己看哦，徐小新也来了，刚好在风头上的另一头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现在都看完了。我想法简单，其实我愿意把我是中国人这句话讲出来的人很勇敢，很多人内心是这么认同，但因为怕被逼判或霸凌才晋升，才导致越来越多人被影响。这一点上，馆长比我勇敢。我是中国人的认同不应该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诅咒，只要真心认同，都应该没有负担的说出来，这才是真挚。我不是离开台湾，我说我也跟记者访谈，我也跟他讲，我是说我是去看能合作的机会，跟去看开公司，因为澳门开公司很简单，成本较低。那第二点呢，我刚刚看黄国昌接受访谈，光芹姐咄咄逼人，要黄国昌好像是我讲一句话非常不满，光芹姐，我们也见过面，你怎么可以说馆长他渐渐没有，甚至非常稀薄的再去论述台湾的主体性跟主流价值。好，第一句话，什么叫做馆长渐渐的没有去论述台湾的主体化跟主体价值？何谓台湾的价值？我不是政治人物，台湾的价值就是人民吃得饱穿得暖赚大钱，人民安居乐业，避免战争的苦，避免战争的磨难。什么叫台湾价值？你要台独吗？还是说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？这个东西不是讲到都烂掉了吗？拿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这就是台湾的价值啊，就这一张啊，中华民国身份证。阿管的台湾价值是指在台湾生活，要什么样的生活？要好生活，不要战争，要和平，要繁荣，不要贫穷，要过得舒服，不要被出征，要有自由表态的空间，不要被压迫限缩。这个叫做阿管在这个里面，他其实论述的是很简单的，叫做过好生活。那他对黄光芹的这个台湾价值的说法越来越稀薄。那什么东西会越来越稀薄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很多人对这句话是不了解。那我直白的跟你讲，我都有一个读历史系的哦。稀薄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要一直讲它才会不稀薄。那什么台湾价值？就是说我是台湾人，我不是中国人。我跟你讲一句话就解决了啊，我讲话最直白。因为什么叫台湾主体性？就台湾摆第一位嘛。那什么叫台湾摆第一位呢？台湾摆第一位，那台湾就不能摆第二位啊。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大中华民族的观察里面，台湾是中华民族所居住的众多区域之一嘛。什么时候光芹姐你的论述变成这样？什么叫台湾价值？什么叫台湾主体性？我们是台湾人啊，又来。是民进党方方面面想方设法，该收买的全收买嘛。我不是说光芹姐被收买，但是你这句话我不认同啊。奇怪，你当初来跟我做节目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我台湾的主体性跟价值是什么？我可以跟你讲啊，我可以很大方的跟你讲啊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最严重，是提到一个中国认同之说，一而再再而三，甚至大罢免也难成为他西进的投名状。他在自己的直播也很坦言，他这样就可以去做生意的了。这个很严重哦，这个是很严重的指控哦。投名状代表有利益哦。你意思就是说我拿大罢免？我其实不是要真心去帮国民党，不是帮民众党去做这个大罢免，我是为了要西进中国来做这个大罢免吗？从上海回来台湾，一大堆工商，我都不接，我损失没关系，我先把手下来之后，我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，我再过去大陆开始设点，我把726熟，台湾人才有未来。第一，我以我个人名义担保，馆长讲的这段是真的。
我历史哥李一修本人以我个人名义担保，馆长陈之汉先生所谓在大陆设平台，后来他没有直接开设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所以我老实讲啊，什么叫投名状啊？可以这样指控人的吗？这不跟青鸟做法一样吗？我说你舔共就舔共，我说你卖台就卖台，我说你投名状就投名状，难怪馆长那么生气啊！我听了都很生气啊！我们也是一路被抹红来，很生气啊！不要再抹红人了，你抹红人还从哪里来？你现在从背后来呀！你就说前面开枪的，正面被打，我们还有盾牌可以挡，我们还知道怎么防守，从背后来怎么办？这相当于是民众党内部人士举报馆长，说馆长就是什么缴了一个投名状，馆长就是作为中国的打手。我讲很现实的嘛，媒体人不知道吗？要骗谁呢？让阿冠啊去对花，讲生理个做辛苦啊，我个讲啊，拄我正性，搁咧放炮啊，拍车个被刷的，你搁咧对内底开枪是可以啥脚啊？如果你今天陈辉文，我可以理解嘛，陈辉文已经不是自己的。本来民众党就是很多不同意见杂糅在一起，民众党的内核，柯文哲告诉大家是什么？本来就是个柔性政党，本来就可以种百家之长。你可以是比较统的，你可以是比较独的，你可以是比较认同中国的，你可以是比较反中国的，都可以。可是重点是大家不要针锋相对，要阻止的是民进党这个霸道压霸的政权啊！而且更何况阿管是民众党的吗？不是民众党，他是小草之友。我更是提早预告，我大罢免之后，我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过来了。无论我今天支持民进党、支持国民党、支持民众党，我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坚决反对贪污。要赚钱凭自己本事，但是一个重点，从头至尾，我从来没有加入任何的政党，所支持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辛辛苦苦，我陈之汉掏出我腰里面的钱，掏出我口袋里面的每一分每一毫来支持我认为可以的人。今天看黄国昌被晾在那边火烤，我很不舍。我再次强调，我不是民众党，今天不是，日后不是，一辈子也不是民众党。但只要民众党需要我的时候，两肋插刀。所以讲直白的，不要再陷入意识形态的纠结里面。刚才馆长讲的真好，完全是我心里面的心坎话。咱台湾人为什么被民进党绑架？民进党凭啥？伊是你的爸爸吗？伊是你阿公吗？伊是你阿祖吗？还是你的神啊？你的神叫偌神吗？你又不青鸟，你干嘛呢？你何苦呢？这才是这件事情的重点。我们终于从2014年到了2025年的今天，台湾人终于有一个机会证明自己不会被抗中保台论述，不会被台湾人，你是不是台湾人？你来台湾人，你一个不是中国人，你就不是中国人这样的论述给绑死，超脱了嘛，解脱了嘛，你解脱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走回去？你固步自封呢？这次馆长在骂的就是道理在这里。可是黄光芹今天拿这个来打他，棒，还火烤黄国昌，要逼黄国昌去否定馆长所开拓出来的路线。其实馆长路线当然不是馆长一个人创造，但馆长是看到那个势嘛，那个谁在行，一个怎样讲，喂，我从这边下去，所以不要再被民进党那一套给影响跟思考，你应该跳脱出那个格局之外，重新审视民进党所告诉你的所有的身份认同啊，这些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嘛？其实老实讲，每一句话，他们能讲出辟谣出来的每一句所谓的台派论述，我都可以回应他。你看我从来没在怕的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心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很不自信啊，害怕跟对岸接触，害怕对岸的人事物，有钱也不赚，脑子坏掉瓦特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自卑呢？到底在自卑什么啊？讲直白的，今天我们现在8000多人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我跟八九很不一样的地方？八九就是一个自卑变自大的家伙，每天把流量挂在嘴边，觉得有流量他天下无敌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外面每天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们昨天8000多人吗？好屌棒，好赞哦！没有，我从来不讲。我说，昨天8000多不错，大家谢谢，因为我有自信嘛。800人我也做啊，80人我也做啊。今天我有8000人，我还是这样做啊。你看老粉最开始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地方 ，here， 拿了一只手机套了一个鱼眼，还像是透洞中窥视一样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讲真的，你为什么要自我怀疑啊？没什么好吵的，讲直白的，就是发挥自己的自信，主观能动性。馆长今天要做什么？他是台湾人，他会有自己的长大魁，他那么大人大剑啊，一系在归回啊，他做事情还需要你教啊。当然，有些状况我们能劝的、能说的、能建议的，我们会去思考，这个是没有问题，意见的交流永远都会有。可是每个人今天他能够走在两岸，成为两岸最强顶流的时政网红，馆长他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？那你还觉得他做的是有问题的？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，其实还是回归到问题的核心，就是自卑这件事情上。太过于自卑，以至于一直被民进党给绑架。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。